大家好，我是皮他，欢迎来到皮他说故事。不知道看过《生活大爆炸》的小伙伴们，对下面这个片段有没有印象？ Just a blackout. I'm sure the power will be back on soon. And I'm sure some fool in the Donner Party said the snow would stop any day now. I like to think they ate him first. 我看到这里，感觉肖等提到的是一个食人事件，于是马上去维基百科上查了一下，查阅后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唐纳大队悲剧。那么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除了人吃人以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回到1846年去看一看吧。19世纪的美国，每年都有大批的人们西迁，他们有的是为了加州的气候，有的是为了发财的机会。长达2000多英里的俄勒冈道艰难险阻重重，经常会有人病死在路上，不得不就近埋在道路两旁。而前往加州的分支更是需要通过险峻的内华达山脉。内华达山脉有着超过500个海拔在3700米以上的山峰，这最后100英里的道路成为移民路上最险要的一关。一旦无法在山区下雪前走出去，就基本要在山里被困住一个冬天。我们今天的唐纳大队就是因此酿成了悲剧。其实从时间的选择看，1846年或许本身就不适合西迁吧，因为在这一年美墨战争爆发，大量青壮年的参战直接延缓了后来对唐纳大队的救援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营地里更多人的伤亡。如果说选择在美墨战争爆发这一年西迁是唐纳大队所犯的第一个错误的话，那么选择近5月中旬才出发，可能是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吧。1846年5月12日，9辆马车载着李德和唐纳家族的32名家人和雇员从独立小镇出发了。这一年的西迁队伍里，他们落在了最后面。刚刚踏上征途的人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夏天的草地丰美，水源充足，牛羊们养得肥壮，看上去这样美好的日子能够一直维持下去。6月16日出发1个多月时，他们已经前进了450英里。一路上本着相互仗义的想法，更多同情的人加入了唐纳大队。7月12日，李德和唐纳收到了来自于一名叫做黑斯廷斯的人写的信件。此人看似好心地提醒他们注意墨西哥官兵，同时此人提到他知道一条前往加州的捷径，可以让他们少走350英里。作为大队领头人的唐纳和李德为了节省时间，建议大家选择这条近路。队伍里的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计划沿着传统的俄勒冈道前进。从地图上看，黑斯廷斯路也似乎能够更快地到达加州道。可怕的是，这名叫做黑斯廷斯的人自己都没有真正走过这条以他命名的近路，而大家更想不到的是，走上这条所谓近路，直接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命丧旅途，而最后存活的人得要靠着辞去同伴的身体来维持生命。最终选择一起走上黑斯廷斯路的几个家庭，就成为重组而成的唐纳大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缺乏必要的野外生活经验，以及和当地印第安人打交道的能力。7月20日，新组的唐纳大队正式向布里吉堡进发。很快，他们就获得一个不好的消息，在信中声称要亲自给他们带路的黑斯廷斯，竟然提前离开，去给另外一个大队带路。原本就人心浮动的大队，马上开始出现互相指责，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继续向前进。7月31日，唐纳大队离开布里吉堡，并沿着黑斯廷斯捷径前进。8月6日，抵达回声谷的唐纳大队收到一封黑斯廷斯留在树上的信，信中提到前面的韦伯谷难以通行，让大家绕行。为了安抚众人不满的情绪，李德决定带2人骑马先行，找到黑斯廷斯问一个清楚。
8月10日，李德经过4天骑行回到营地，然而众人的期待中，他并没能带回好消息。黑斯廷斯没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他们面临着折回大陆，还是继续向前的选择。尽管此时的李德已经发现前面的路崎岖难行，他还是不想冒着耽搁半年的风险，而走回头路折回到布里吉堡。最终，李德再次说服了太太和众人，大家沿着未知的道路进发了。果然，路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连绵的群山、荒野的道路、众多的陡坡、疲累的牛马，塔纳大队的前行变得愈加困难。沉重的负担导致很多牛马负伤，大家不得不忍痛扔掉很多行李。然而，这条所谓近路的挑战远不止此。走出山区的塔纳大队又来到盐湖沙漠，很多的烈日考验着人们的意志，高温和干旱使牛群相继死去。为了走出这80英里的沙漠，塔纳大队付出了30头牛、4辆马车的代价。因为当初是李德主张了黑斯廷斯路，他也受到大家越来越深的怨恨。失去大量补给的人们只能派出2人骑马前往加州采购物品回来。9月26日，塔纳大队终于踏上了加州道。此次走捷径让他们落后原先的时间表整整1个月。然而，塔纳大队的烦恼可以说才刚刚开始。10月5日，李德在和施耐德的争斗中捅死了对方。带着对李德深深的怨恨，大队的人把他赶了出来。至此，李德只能够离开妻儿，独自骑马前行。当然，这个举动间接使得李德提前很久到达了加州，从而能够组织起对困在山里的大队的数次救援。10月16日，塔纳大队来到了塔拉基河，可以说此时的他们离加州已经非常近了。10月25日，1个月前派出去采购物资的史坦顿回来了，顺利带回来物资和2名米沃克族的印第安人。他告诉大家，李德将马上到达萨特堡，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感觉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了。所谓萨特城堡，就是现在的 Sacramento， 也就是萨克拉门多。那么胜利的果实真的容易摘到吗？然而大家似乎低估了内华达山脉，这座横亘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大山。10月31日，行进中的队伍里的一辆马车前车轴突然断掉了，似乎同时断掉的还有很多人的加州梦。这一年的大雪提前了1个月，而在大雪中穿越这座大山变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万般无奈之下，所有人只能就地扎营，希望有机会等来救援队，或者挺过寒冬。营地的食物很快变得紧缺起来，谁都不愿意把自家的分享给别人。恶劣的天气剧减了食物，很快营地里开始有小孩和身体差的老人死去。粮食用尽的人们开始把盖屋顶的牛皮烹煮来使用。吃完牛皮之后是老鼠、猫、狗，然而还是不断的有人相继死去。随着营地的状况日益恶化，人们决定选出1队先遣队员，希望他们把山里的情况带到加州以寻求救援。然而对于经验缺乏的他们来说，走出大山必定是条极为凶险的道路。12月16日，17个人组成了先遣队，带了6天的干粮，穿着雪地鞋，希望走出大山。厚达3.7米的雪地走起来极为艰难。12月21日，队里的史丹顿体力不支，他让大家先走，自己会在后面跟上。第2年，大家在分开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骨。白雪茫茫的大山里，大家很快开始迷路。12月24日，先遣队断食3天，同一天2人饿死。12月25日，一名队员低温症发作，他发狂地脱掉衣物跑进树林里。其他几人几小时后发现他的身体，并肢解后食用。12月30日，人肉吃完，队员讨论杀掉2名印第安人充饥，印第安人得到风声后逃离。1月9日，先遣队撞到之前跑出的印第安人，并射杀了他们。
1月12日，先遣队到达一个印第安村庄，并得到橡果充饥。1月18日，威廉·艾迪被路人背到一个农场并获救。农场的人们顺着威廉的血脚印找到了仅剩的其他6名先遣队员。就这样，出发时的17名先遣队员剩下了7名。只有6天口粮的他们，靠着同伴的身体坚持了33天。早在11月份，先行到达萨特堡的李德找到当时美军的弗利蒙特上校，为了申请到一支救援队伍，李德答应事后加入美军，参加美墨战争。很快，李德带领12人，牵着30匹马前往救援。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唐纳大队当时的所在位置，极尽迷失在山中，最后也就只能无功折返。这一次的营救努力也就宣告失败了。回到加州的李德继续争取着更多的支援，但是美墨战争的开展，大量青壮年参军，人手显得越来越缺乏。1月18日，威廉·艾迪死里逃生以后，营地位置和死人事件才为人所知。顿起怜悯之心的人们募集了1300美元帮助救援。终于2月18日，第一支救援队抵达营地。李德也终于和4个多月没见的夫人和2个孩子团圆。然而，此次的7人救援小队只救出23名被困成员，其余的人只能等待下一次救援了。即使被救，走出大山的路仍然充满艰险。有3人因身体状况太差，死在了路上。留在营地的人们过得仍然艰难。很快就吃完了救援队带来的补给，人们又开始讨论食用死去的同伴们。3月1日，第2批救援队顺利抵达营地。救援队员在雪地里又发现了数据被肢解的身体。4月29日，刘易斯·科斯伯格成为唐纳大队被救的最后一人。因为被救时，他身旁的罐子装满人肉，以及唐纳太太的首饰，人们一直坚信是他谋杀了唐纳太太。但是当年在营地里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吧。唐纳大队的故事距离我们已经170多年，虽然已十分遥远，但也代表了各个时代的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我无权评价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但是真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年的营地现在已经建成了纪念公园，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缅怀一下。